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广电总局曾组织开展了一场我喜爱的抗战歌曲评选活动，历时1个月，数十万网民参与，在100首经典抗战题材歌曲中，选出了10首得票最高的歌曲。这些歌曲皆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至今都已有70、80年的历史，每一首都有不凡的意义。而你，我的朋友，你还会唱几首呢？第10首，歌唱二小放牛郎。歌唱二小放牛郎是由方冰作词，李杰夫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它，是因为那部关于放牛郎王二小的电影，以至于将这首歌当成了这部电影的附属产物。但其实不然，电影是根据这首歌曲所改编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诞生于1942年，王二小也不是具体指某个人，而是抗日战争时期少年英雄的缩影。在那个年代，有无数像王二小一样的儿童团员，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照顾伤员，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做贡献。这首歌不仅歌颂了王二小的勇敢，也让更多孩子明白，爱国不分年龄，每个人都能为国家做贡献。第9首，南泥湾。1943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封锁，日军也不断扫荡，边区军民面临缺粮缺役的困境。在教员的指示下，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好江南。而这首南泥湾就是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前往南泥湾慰问时所创作的歌曲。诗人贺敬之写下歌词，马可谱曲，用欢快的旋律歌颂大生产运动的成果，流传至今。南泥湾已经成了一种精神，从建国初期的开发北大荒，到改革开放后的特区建设，再到如今的乡村振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在传承。第8首，毕业歌。同志们，打起起来，赶赴起天上的希望，平凡慢慢是当中的街上，看好一年年过度的人生。它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一首歌曲，曾是电影《桃李节》的主题曲，诞生于1934年。当时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国家面临危亡，而不少青年学生还在迷茫，读书为了什么？于是田汉写下了这首毕业歌。聂耳在谱曲时特意用激昂的节奏，让歌曲充满青春力量。歌词中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话语，直接向青年发出号召。在那个年代，这首歌让无数青年学生明白，读书不是为了个人前途，而是为了救国救民。很多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出校园，有的参加抗日军队，有的到敌后根据地工作，它成为了全国大学生的动员令。第7首，松花江上。1936年，作曲家张寒辉在西安教书时，看到无数从东北流亡来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沿街乞讨，嘴里喊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张寒辉被这种亡国之痛深深触动，于是用东北民歌的旋律写下了这首《松花江上》。最初是在难民中传唱，他每一句都像在滴血，既表达了东北人民的乡愁，又控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当年在西安首演时，台下观众哭声一片，不少东北军将士听完就要求打回东北去。教员曾评价他，一首歌能抵得上2个师的兵力。第6首，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它，多半是在地下交通站中，它作为片尾出现。但游击队歌其实是贺绿汀在1937年创作的歌曲。当时他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听到八路军游击队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故事，他们化整为零，在山林田野里打击日军，让敌人防不胜防。贺绿汀深受启发，用轻快活泼的旋律写下了这首游击队歌。最初是为上海的抗日宣传队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不仅是一首抗战歌曲，它让灵活机动、以弱胜强的智慧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第5首《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1933年长城抗战中，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29军的大刀队夜袭日军，用大刀砍杀敌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消息传遍全国。1937年，作曲家麦辛在上海听到这个故事后，热血沸腾，彻夜难眠，连夜写下这首《大刀进行曲》。它是抗日战争初期奇珍士气反抗侵略的利剑。当时日军装备精良，中国军队武器落后，大刀队的胜利让百姓看到了用勇气战胜装备的可能。它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虽然现在中国早已强大，但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永远不能丢。第4首《黄河大合唱》。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黄在黄，黄在江，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1939年，简星海在延安窑洞里用6天时间完成了这部合唱作品的谱曲。歌词作者光蔚然在1938年随部队东渡黄河时，亲眼目睹黄河的奔腾壮阔，又听闻无数抗日英雄的故事，写下长诗《黄河遗》。就这样，这首传唱近100年的组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了。简星海把西方合唱技法与中国民间音乐相结合，让这部作品既有史诗感，又充满民族味。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觉醒的巅峰之作。全曲8个乐章，从黄河船夫曲的与惊涛骇浪搏斗，到黄河院的控诉日军暴行，再到保卫黄河的全民抗战怒吼，就像一部音乐版的抗日史。它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黄河精神，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底气。第3首《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团结就是力量诞生于1943年，刘牧宏作词，吴素作曲。它是不少人人生中学习的第一首歌曲，歌词简单，旋律朗朗易上口。它不是为抗日前线而唱，而是为幕后那些保障后勤的工人和百姓们演唱。当时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也对边区封锁，农民和工人却为支援前线不分昼夜劳动。团结已经成为了突破困境的关键。歌曲旋律简洁有力，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的歌词，把抽象的团结变成了可感知的钢铁，让根据地居民明白，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战胜任何敌人。第2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1943年，19岁的曹火星已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群众剧社的音乐组组长。在10月深秋的夜晚，他一边哼唱，一边写画画，经过反复修改，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曲。1950年，教员提出来，歌词用的不科学、不准确，因为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是先有中国，后来才有中国共产党，所以应该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于是该曲的名称也就正式定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今，它仍是中小学红色教育的必学歌曲，也是各类庆典活动的常用曲目。第1首《义勇军进行曲》。
1931年9·18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需要一首主题曲，田汉在监狱中仓促写下歌词，叶尔主动请缨谱曲。当时日军已侵占东北，华北危急，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首歌曲不仅仅只是电影主题曲，更是为了唤醒民众、凝聚抗战士气而生。1949年，它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正式成为国歌。如今，从奥运会领奖台到校园升旗仪式，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依然能让中国人瞬间涌起民族自豪感。它早已超越歌曲的范畴，成为国家尊严、民族精神的象征，提醒着每一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热血，朝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朝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